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上一个视频中呢，我们简单聊了聊索尼新发布的那款 ZV-E1那款全画幅的 Vlog 相机。可以说这款相机的性能是比较强大的。我们在上个视频中呢，聊了聊索尼官方视频中介绍的一些内容，以及谈了谈我的一些想法。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呢，可以先去点开我上一个视频，先去看一下，可以了解到这款相机的一些性能以及它的一些特性。然后在我录这期视频的时候呢，应该很多朋友已经拿到了这款相机了，并且开始使用。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就来聊聊在索尼的官方视频中没有说的一些东西，以及我使用A7S3这2年内的一些使用体验，比如暗光的拍摄能力等一些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方面呢，来聊聊索尼的这款 ZV-E1 相机它带来的一些变化。同时呢，我也会推荐一下索尼 ZV-E1 这款相机使用哪款存储卡比较适合，以及不同类型的存储卡、不同速度的存储卡对于拍摄格式有哪些限制。同时呢，也会推荐一下，如果你使用这款相机的话，用哪颗镜头会比较适合你。在视频的最后，也会放出一张表格，来总结一下上面说的这些内容，以及一些其他的信息，帮助大家作为参考。如果看完之后呢，您觉得信息对您有所帮助，也希望能够得到您的长按点赞、关注、投币、转发，您的支持对于我非常重要。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吧。众所周知，这款相机所使用的 CMOS 呢，和索尼之前发布的 A7S3 和FX3 是相同的，所以说它们在使用中会有一定相似性，同样在使用中也是有一些相同的技巧，比如说如何将这块 CMOS 的超高感光能力发挥出来。同时这款相机呢，相较于 A7S3 或者 FX3 呢，又有一定的变化。这些变化呢，我们下面就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这款相机相较于 A7S3 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呢，就是它的体积和重量。可以明显感觉出来，这款相机的体积要小很多，同时它的重量呢也要轻很多，应该是轻210克左右。轻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更有带出去的动力。毕竟，不论是多好的设备和相机，能带出去，才能让我们拍出更好的画面。同时呢，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的 HDMI 口呢，从 A7S3、FX3 的普通的 HDMI 接口变成了 Micro HDMI。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想接一些监视器或者说屏幕的时候，你需要准备一条 Micro HDMI 的线，而且相对来说 Micro HDMI 的线可能没有 HDMI 的线这么普遍，这应该是它的一个变化。但是对于多数人来说，也许这个变化影响并不大，因为很多时候它并不需要去额外去接一些其他的屏幕。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 A7S3 上的这个军舰头呢，在 ZV-E1 上呢是不存在的，也因此看起来清爽了不少。伴随着这个军舰头不见了，它的取景镜也不见了，只剩下一块液晶屏幕了。其实在 A7S3 上呢，我也很少用这块取景镜，虽然它的素质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我主要用 A7S3 来拍摄视频嘛，所以很多时候这块取景镜更多的是一个摆设，所以它的取消应该对于我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不知道这一点变化对于你影响大不大？因为其实这款相机它还是主打拍摄视频为主吧。然后下面一个相较于 A7S3 的最明显变化，就是它的快捷键要比 A7S3 要少不少。在机身的顶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旋转的拨盘呢，只剩下一个了。它的曝光补偿和拍摄模式的转盘呢，都取消了。这可能也是为了体积的一个缩减吧。这对于平常喜欢使用快捷键和物理拨盘的朋友来说呢，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不方便。像我就喜欢在它的这个模式切换拨盘上呢，它有3个快捷键的位置，我喜欢在这3个快捷键的位置呢，分别设上 4K 25帧和50帧以及100帧、120帧的一个拍摄。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并没有办法直接去切换了，可能需要通过点击屏幕来切换不同的模式。所以这点变化，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还是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不方便。但也许你不需要这些复杂的配置，可能你就需要简单的拍摄的话，那这个变化应该对你影响不大。但是这些变化呢，对于经常干活的人来说，多多少少会带来很大的不方便，而且使用起来的效率呢，也没有 A7S3 这么高。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这个相机的前面的一个小的波轮也没有了。在 A7S3 上呢，这个波轮是用来调整它的相机的光圈值的。现在来说的话，前面这个调整值也没有了，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个也取消。其实这个应该也占不了太多的体积。但是这个取消之后呢，可能你调整光圈的时候就只能在屏幕上去操作了，也会带来一定的不方便。然后在机身的背面呢，也可以看到它的快捷键的数量也要比 A7S3 要少一些，和上面一样，这些少的快捷键呢，多多少少会给干活的摄影师带来一定的不方便。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职业摄影师的话呢，你肯定会把一些常用的操作设置在快捷键上，快捷键的减少呢，多多少少会给你的操作带来一定的不方便。当然可以看到这款相机它的
用户对象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简简单单拍一些 Vlog 的普通用户，并不是用来专门给干活的用户来准备的这台相机。然后就是它的 SD 卡槽，大家可以看到这款相机的 SD 卡槽只有一个，并不像 A7S3 拥有2个 SD 卡槽，并且呢，这款 SD 卡槽它只支持V30、V60、V90的 SD 卡，并不支持索尼的那款 Express Type A 卡。其实对于单卡来说呢，对于普通拍摄 Vlog 的用户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因为大不了就重拍一下嘛。但是如果你是作为婚礼摄影师，或者去拍摄一些仅能拍摄一次的一些镜头的话，那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不方便。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在用这台相机拍摄的时候呢，最好有另外一台固定机位呢，也在拍摄一些画面，防止万一这台相机的 SD 卡损坏的时候呢，你还有其他素材可以用在剪辑中。然后关于这个卡槽，它只支持 SD 卡而不支持 Express Type A 卡呢，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影响不大。比如说我在买 A7S3 的时候呢，也买了一个Type A 卡的套装，但其实上那个 Type A 卡平常基本上不用。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说它的容量比较小，对于我的拍摄需求来说的话，普通的 SD 卡已经完全够用了，可以完全去拍摄60帧还有120帧的视频。Type A 卡呢，可能更多的是如果你想拍一些索尼的这个 SI 的这种编码的格式可能会有用，但是默认的这个卡容量又太小，而且呢，如果你真拍那种格式的话呢，它带来的后期的存储压力也非常大。对于这款 ZV-E1 的用户来说呢，可能没有太多需求去拍摄SI 编码的那种格式，这也是为什么我说 SD 卡就完全够用了。然后在视频的后面呢，我也会提到，根据你的不同需求，选择什么规格的 SD 卡就完全够你使用了。那我们接着往下说，然后是关于这款相机的一个过热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在发售前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怕这款相机虽然看起来性能比较强悍，但是实际上拍摄不了多长时间就因为过热而关机了。那这个现象到底存不存在呢？从目前已经收到的用户的反馈来说，它过热是存在的吗？是存在的，但是它大家有没有必要去担心这个过热问题呢？我的感觉是没有必要去担心。从目前的反馈来说，它的这个过热问题比想象中的要好。尤其是对于这款相机的用户，他主要是拍摄一些 Vlog 的话呢，基本上这些视频都是一段一段录制的，并不会一直按着录制键一直去录，所以说它的过热带来的一些问题呢，可能会好很多。所以说因为长时间录制而带来的过热关机问题呢，可能这部分用户很难遇到。我们 1080P 就不去提了，因为毕竟买这款相机，我相信大家都是冲着这款相机的 4K 60帧无裁切去的。所以说大家在日常拍摄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选择 4K 60帧无裁切，否则的话，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款相机呢？对不对？那么在 4K 60帧的 SAVC-S 模式下呢，基本上可以录制30分钟以上的 4K 60帧视频，才会出现过热警报。如果你是使用 4K 30帧的，那它坚持的时间会更长，连续录制1个半小时以上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当然这些都是在常温下，如果在夏天的时候呢，可能它的时间会相应的减少。而且呢，就算是你有一个想录制索尼的这种高码率的视频格式 SAVC-SI 这种格式的时候呢，它的续航时间是会有一定的减少。在这种模式下呢，它的 4K 60帧大概要减少10分钟左右的一个续航时间，然后 4K 30帧呢，大概是减少30分钟多一些的续航时间。但其实还是那句话，选择这款相机的人有多少人会选择去录制SAVC-SI 这种格式呢？它的容量太大了，对于你的硬件还有说对于你的存储要求都会高很多。所以从这个结果来看呢，这款相机的过热问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如果说只是简单日常使用的时候，或者用来做 Vlog 相机的时候，它的这个过热问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呢，如果说你打算使用这款相机去用来做视频直播，或者用来录制会议，那这个时候呢，并不推荐使用这款相机，因为你的需求是要长时间的用这款相机去录制。那这个时候选择一款更加稳定、更加稳妥的摄像方案呢，可能会更好一些。比如说，还是推荐去选择 FX3 那款相机，或者 A7S3去进行一个这种需求的拍摄。还有一点，我看很多 UP 主都没有提到，就是这款相机在拍摄 4K 30帧或者60帧的时候呢，都是可以去拍摄10比特422视频的。但是呢，在普通的摄影模式下，就是不是使用 S&Q 模式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拍摄 1080P 100帧或者120帧的视频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一个4208比特的一个录制格式，这一点可能需要去注意一下。而如果你录制 1080P 25帧、30帧或者50帧、60帧的时候呢，它是可以正常去录制10比特422的视频的。还有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关心的，它的 1080P 60帧的视频是不是超采？从目前得到的结果来说，它跟 A7S3 是一样的，也是一个超采的 1080P 60帧的视频，应该算是比较锐的一个 1080P 的视频。然后我们就说说这台相机的高感能力吧。可能很多人买这台相机就是冲着它的高感能力比较强去购买的，但是买回来之后发现使用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它的高感能力是比较强，但是强的前提也是你要会使用，或者说你要知道哪些需要注意的点，才能用好它的一个高感能力。比如在拍摄视频的时候呢，大家应该都知道，在 S-Log3下，如果把感光度 ISO 设置到12800的时候呢，
它可以带来一个非常纯净的一个画面。这个数值应该是这款 CMOS 的一个第2增益感光度，也确实在这个 ISO 12800下呢，在使用 S-Log3 拍摄的时候呢，可以拍摄到一个比较纯净的画面。如果你再配合一些大光圈镜头呢，就可以在相对来说比较暗的环境下呢，获得一个更好的拍摄性能。但是大家必须要注意，这个第2增益感光度它只体现在视频中，并不会体现在你的拍照中。就是说，在你拍照的时候，如果你提高感光度，还是会带来非常多的噪点的。所以这点要注意，它只体现在视频中，并且在视频拍摄中呢，大家也不要太去神化这个性能，因为在光线不好或者说特别黑的情况下呢，它拍摄出来的画面还是会有很强的一个噪点的。因此，不要想着只要把感光度开到了12800，并且使用 S-Log3 呢，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画面。它还需要取决于你的一个光照或者说你的一个环境。所以大家在拍摄的时候呢，尽量还是找一些光线比较好的场景去进行拍摄。毕竟这款相机它主打的是可以在暗光下呢获得一个好的画质，但是暗光不等于是无光。如果你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想用这款相机拍出一个非常纯净的画面，那是没有可能的。当然，这里边可能也涉及到一些合理曝光的问题。这些信息呢，如果大家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未来我也会出一些视频来介绍一下如何用好这款 CMOS， 让大家可以拍出一些更纯净的画面。那今天这期视频就不聊这些了，我们先聊其他的内容。总之，在光线非常不好或者说光线非常暗的时候呢，不要期待使用了这款相机就能得到一个非常纯净的画面，更多的还是需要你的一些拍摄的技巧以及所处的环境。然后是它的 ISO 问题，我们知道这款相机它的感光度在 S-Log3 下呢是640起跳，同时它的第2档感光度呢是12800。那么在它中间的这些档位呢，就是在640到12800中间的这些 ISO 数值，尤其是靠近12800的这些数值呢，一定要尽量回避掉，不要将它的感光度设到这些数值上，因为这些 ISO 数值下它的噪点是非常明显的，比如 ISO 6400或者 ISO 10000。由于这个特性的存在呢，这也就是让我们在平常拍摄的时候很难把这款相机的 ISO 设成自动。因为如果你设成自动，它有可能就会跳到中间的这些数值上，那么在中间的这些数值上，它获得的画面会显得非常脏，因为它的噪点会非常多。在我使用 A7S3 的时候呢，我大部分时候当它的 ISO 超过1600以上的时候，我就会将它直接设到12800来回避掉它中间的那些 ISO 数值，这样的话可以获得一个更纯净的画面。这也是拍摄的一些小技巧吧。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夜晚的时候往往还好一些，但是如果在白天光线没有那么差的时候呢，往往你把 ISO 设到12800的时候呢，就会导致画面过曝，而且是过曝严重。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拍视频的时候，可能准备一张可变的 ND 镜，可能会更好一些。关于 ND 镜的内容呢，就不在这期视频中介绍了，我后面会有一期专门介绍无人机 ND 镜使用的视频，在那里边也会提到如何去使用好 ND 镜。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提前关注上。所以你如果是新手，并且比较看重这款 ZV-E1它的一个高感能力的话，你必须要知道如何去用好这款相机的高感。如果使用不当，其实它带来的画面也是噪点非常多的。这也是为什么其实在当初 A7S3 上市之后呢，后边又出了 A7M4， 很多人在拍视频的时候可能更愿意使用 A7M4 而不是 A7S3 去拍摄视频，就是因为 A7S3 它中间的这个档位它的空缺是非常大的。你如果640不行的时候，可能更多时候你需要把 ISO 切换到12800，才能使 A7S3 拍摄一个比较纯净的画面。而如果使用 A7M4 的话呢，它在 S-Log 下的一个第2档感光度呢，并不是12800，而是3200。那由于这个特性，可能很多情况下，你用 A7M4 拍摄的画面往往比 A7S3 会更加方便，也更加纯净。因为 A7M4 的第2档感光度是3200，它并不是说一下就调到那么高了。而且对于买了 ZV-E1 这款相机的朋友来说，可能很多是新手，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还要配备一个可变的 ND 镜，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方便。无论怎么样，大家一定要知道，无论是 A7S3 也好 FS3 也好，包括这款 ZV-E1 也好，它的高感能力是对应于视频拍摄的，并不是对应于照片。所以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呢，还是将 ISO 设置的越低越好。下面一点就是这款相机它也是带有呼吸效应抑制效果的，这个特性在 A7S3 还有 FS3 上都是不存在的，也是比较让人心动的。如果配合上索尼新出的那些 G 大师镜头或者 GM 镜头的话，其实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视频效果。当然，这个效果它也是有代价的，它会有一定的裁切，所以这点大家要知道。同时，由于这款 ZV-E1 相机它携带的 AI 芯片，所以它实现了一些 A7S3 或者 FS3 都不能实现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一些智能构图，还有说另外一个忘记了叫什么名字一个功能。这些智能的功能可以对拍摄者在前期拍摄的时候提供很大的方便，但其实它也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分辨率、清晰度会下降。这个具体的信息呢，可以参考我上期视频聊到的那些方面。简单来说，就是它虽然最终生成了一个 4K 分辨率的视频，但其实上它的清晰度是达不到 4K 标准的，因为进行了一个画面的缩放。
下面这个功能呢，也是 A7S3 上不具备的，但是 FS3 上是有的，那就是自定义导入 LUT 功能，在这款 ZV-11上也是存在的。这个功能的好处就是可以把一些自定义的一些 LUT 或者从网上下载的一些 LUT 文件呢，导入到你的相机。那在你拍摄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用这些 LUT 去做一个预览，可以直接了解到后期成片的时候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个功能也不知道为什么 A7S3 上是不具备的，也不知道未来索尼会不会通过升级固件给 A7S3 也加入这项功能，只能期待了吧。那么接下来我来稍微聊聊这款相机它的一个 SD 卡的选择吧。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比较关心，我到底买 V30 的卡，还是买 V60 的卡，还是买 V90 的卡？这些卡到底有什么区别？并且在这台相机上哪张存储卡是比较适合的？那你现在使用这台相机或者使用 A7S3 的时候呢，你使用的是哪个标准的存储卡呢？我还是拿我手中的 A7S3 作为例子来说明吧。索尼的 ZV-11应该是有所缩减，但是基本上的特性还是完全一致的，除了不支持CF Type A 卡以外。所以我可以用 A7S3 作为例子来说一下，用哪张 SD 卡更适合，以及它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对应的拍摄格式有什么限制。在说明哪张 SD 卡更适合这款相机之前呢，我们先大概聊聊 SD 卡它的分类的一个区别。我们常见的 V30、V60、V90 卡到底表示的是什么？其实这些标注呢，它表示的是这张存储卡它支持的最低的写入速度是多少。比如 V30，它表示的就是每秒钟不低于30兆的读写速度。然后 V60 呢，就是每秒钟不低于60兆的读写速度。同样 V90 就是每秒钟不低于90兆的读写速度。那我们把这3种标准的卡呢换成码率 ，V30 就是240兆 Mbps，V60 就是480 Mbps，V90 呢就是720 Mbps。它们之间的换算是乘以8。同时你需要知道，相机上有2种录制模式，一种是普通的录像模式，一种是 SQ 的录像模式，也就是快慢动作的录像模式。如果你和我一样，平常只使用普通的录像模式，而不使用 SQ 的录像模式，那挑选存储卡的时候呢，会简单很多。这里必须要说一下，只有在使用 1080p 200帧或者240帧录制的时候呢，才需要使用 S&Q 模式，并且需要用到 V90 的卡。其他的分辨率和帧数呢，使用普通的录像模式就可以了，并不需要切换到 S&Q 模式。那下面我们分普通录像模式和 S&Q 模式分别介绍一下，用什么标准的卡就可以适应你不同的需求。在普通的录像模式下 ，V60 和 V90 的主要区别是 ，V60 卡无法录制 SAVC、SI 这种视频格式，因为它的码率比较高，超过了 V60 最低的写入速度，只能使用 V90 的 SD 卡或者索尼的Type A 卡才可以录制。当然 ZV-11它是不支持 Type A 卡，所以只能使用 V90 卡来录制 SAVC-SI 这种视频格式。而如果去录制 SAVC-S 和 SAVC-HS， 也就是 H.265 格式的这种视频格式的话， 4K 10比特422这款机器能录制的最高码率是200兆 bps，4K 120帧10比特422，它的最高码率是280兆 bps。比较前面说的 V30 240兆 bps，V60 480兆 bps，V90 720兆 bps， 可以发现 V60 的卡就可以完全覆盖上面说的这2种视频格式 ，4K 60和4K 120帧。而如果你仅需要去录制 4K 60帧的视频，你甚至都不需要 V60 的卡，一张合格的 V30 卡就足够用了。那如果你想录制 1080p 200帧或者240帧的话，才需要用到 V90 的卡。当然，上面这些说的都是在普通录像模式下。下面我们再来说说 S&Q 模式下对于存储卡的要求。在 S&Q 模式下呢 ，V60 和 V90 卡的主要区别是 V60 卡同样是无法录制 SAVC-SI 这种高码率视频格式的 ，V90 卡呢可以录制部分SAVC-SI 这种高码率格式，但是并不能全部去支持。因为如果想全部去支持的话，只能用 Type A 的卡才能满足需求。但是 ZV-11它又不支持 Type A 卡，所以最高也只能用到 V90 的卡去支持部分 SAVC-SI 的视频格式录制。其实影响应该不算大，因为就像之前说的，用这台机器去录制 SAVC-SI 这种视频格式的用户应该不会太多。你会吗？并且呢 ，V60 的卡在 S&Q 模式下呢是不能支持 1080p 200帧或者240帧视频格式录制的，只有 V90 的卡才能支持。而其他的录像格式呢 ，V60 卡也是可以完全胜任的。上面说的可能有一些复杂啊，那么我下面简单去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你想拍摄 SAVC-SI 这种高码率视频格式的话，那么你只能选择 V90 的卡。或者说你想拍摄 1080p 200帧或者240帧视频的话，你也只能选择 V90 的卡，因为 V60 是不能支持的。不过这里也像之前一样要提醒你，如果你真的打算去拍 SAVC-SI 格式的话呢，你要确定你家中的存储设备够不够用，而且你也要确定一下，你如果平常去拍 Vlog 的话，需不需要拍这么高码率的视频。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拍摄 SAVC-SI 的话呢，它的发热量要比普通拍摄呢会更多一些。那这带来的问题可能是你的机器会更早的进入一个过热关机的状态。
所以说拍摄这种格式呢，一定要想清楚再拍，因为随着你拍摄的内容越来越多，你的存储压力还有你的散热压力都会更大。如果你不打算拍摄 SAVC、SI 这种高码率的视频格式的话呢，并且你仅仅需要去拍摄 4K 60帧视频，那这种情况下，其实一张 V30的卡就足够使用了。当然，前提是这张卡是一个正规品牌的 V30卡。如果你既想拍 4K 60帧，又想拍 4K 120帧的视频，那一张 V60的卡也足够使用了。我现在使用的就是这款索尼的 V60卡，使用起来还是比较稳定的，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价格也相对比较适中。然后再来说说镜头吧，因为选择这款相机，可能很多人是用来拍摄 Vlog 的，或者记录一些日常生活的。那么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广的镜头，应该是比较适用的。索尼官方套装中带的那颗镜头，它的最广焦段呢是28毫米。这个28毫米的焦段呢，在拍摄别人的时候还好办，在自拍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会有一定的视角会变得比较窄，而且再加上索尼，如果你使用它的增稳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设置，会带来一个更大的画面裁切，那就意味着如果你自拍的时候用28焦段，很大可能在视频中呢，画面中就会看到一张大脸占满了整个画面，没有办法去带入更多的一个景色，所以这个时候呢，推荐使用一个更广一些的焦段去作为自拍或者 Vlog 镜头会更好一些。比如索尼的那颗1635PC 电动变焦镜头，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这款 ZV-E1上呢，本身又带一个电动变焦的一个拨钮，那配合这颗1635PC 这颗镜头呢，可以在拍摄的时候呢带来更多的一个玩法，而且它的最广的焦段呢是16毫米，这样的话在自拍的时候呢，也不至于变成一个大头贴，会可以带入更多的景色在画面中。对于旅游出去玩的时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或者呢，也可以选择索尼也是出的时间不久的一个镜头，就是2070那颗镜头吧。那颗镜头虽然它的广角没有像1635这么广，但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是有更长的一个长焦，在旅游的时候呢，也可以带来更好的一个拍摄体验。当然，这两颗镜头可能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们的光圈，最大光圈只有 F4。如果用来拍照的话呢，这个 F4 的光圈呢多多少少有一些小。但是如果是用来拍摄视频的时候呢，这个 F4 的光圈其实也是够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在 S-Log3 下呢，把它的感光度调到12800，那这个时候光圈小的一个缺点呢，就可以完美的回避掉了，并且还可以开机身防抖，来带来一个更好的稳定效果。总体来说吧，这台相机基本上是超出了预期，很难想象索尼会推出这么一台小相机，却拥有如此强大的一个性能。如果资金许可的情况下，并且你也需要一台机身小巧、性能强大并且高感出色的相机，那这台相机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这台相机它还支持 4K 60帧无裁切画面的一个视频拍摄，就是单纯一个 4K 60帧无裁切的性能，在索尼现有的这些机器中也算是比较出色的一个性能。而且它的第二增益感光度呢，也会让你在光线不太好的情况下，也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比较干净的画面。而且因为 AI 芯片的加入呢，让这台相机拥有了甚至比它贵的 A7S3 和 FS3 更多的一个功能，也带来了更多的一些玩法。对于一些追求轻便并且需要强大性能的用户来说呢，这款相机确实就像一个怪兽一样存在，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的一些功能呢，甚至都超过了 A7S3 和 FX3。当然，这也不是说 A7S3 和 FX3 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完全落后了。从操控性来说的话 ，A7S3 和 FX3 还是要优于这台 ZV-E1 的。而且呢，如果你对视频有长时间拍摄需求，并且对于它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那这个时候还是 A7S3 或者 FX3，尤其是 FX3 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主要还是看你的具体需求。说到这里，不得不回想起当初 A7S3 发布的时候那种震撼，也记得第一次在 S-Log3 下使用 ISO12800拍出的一个非常纯净的夜景画面，当时看到那个画面时的一个兴奋，至今还印象深刻。而现在这一切都在一个如此小的机身上就实现了。不得不感叹技术的进步，让更多更好的产品进入到普通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中，也不得不感叹如此小巧的一台相机却拥有如此强大的一个性能。同样呢，也对于索尼未来相机充满了一个更多的一个期待。听说索尼今年至少还要发布2款相机，也期望更多的厂商吧可以发布更多性能强大、价格适中的产品，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在今年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应该还会有很多新的相机要推出，这无疑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事。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也想象 A7S3 已经推出2年多了，2年半了吧？不知道 A7S4 什么时候能够到来？会是今年吗？还是明年？同时又会带来哪些令人兴奋的新的功能以及更好的性能呢？你是否也和我一样会去期待 A7S4 能够早日到来呢？同时你对 A7S4 又有哪些需求，并且有哪些期待呢？欢迎打在公屏上或者在评论区中，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相信这些声音呢，也可以被索尼所听到。我目前来说的话，我只希望未来的 A7S4 上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个内置的 ND 镜，不知道索尼是不是愿意把内置 ND 镜做到索尼的 A7S4 上，希望吧。目前已经得到的一些信息呢，当然不能确定消息的真伪啊，只是听到的一些信息是 A7S4 将具备一块更高像素的传感器，
终于抛弃了1200万像素，使用了更高像素。这样的话，对于拍照性能来说，可以起到一定的提高。同时呢，它也可以拍摄一个6K 的视频。当然，这一切目前还只是谣传，不知道它的真伪。未来如果获得更多消息，我也会在我的视频中做一定的一个更新。让我们一同期待 A7S4 早日到来吧，也期待未来 A7S 可以带来更多新的功能和更多令人眼前一亮的新的特性。当然，肯定是要加入 AI 芯片的。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在加入 AI 芯片之后 ，A7S4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器？其实这些视频完全可以继续分成2期视频来做，但是为了保证一个完整性吧，最后还是一起放出了。希望这期视频提到的这些内容呢，对于现在还在徘徊是否应该购买索尼 ZV-E1这台机器的用户呢，带来一定的帮助。也希望您可以通过长按点赞、关注我、投币来支持我的频道，这对我真的很重要。也是我能持续输出视频的一个动力，非常感谢大家。如果您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或者一些其他的想法，也欢迎您打在公屏上，或者打在评论区上。那我们评论区见。哦，对了，视频后面呢还有一点点内容，需要的朋友呢别忘了保存收藏，也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的频道。那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也可以开始了，咱可别落后了呀！来，加油！宝贝儿，你也太快了！